很多人会觉得现在的新加坡很安静，没有轰动性的政策新闻，也没有情绪化的社会讨论，生活节奏似乎一切照旧，每天上班、通勤、消费、规划未来，看起来和几年前没有本质区别。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是这种过于平静的状态。在新加坡，最深刻的变化往往不是发生在热闹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一段没有明显波澜的时期。规则不是突然被推翻，而是被悄悄重新设定。现在的新加坡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可以称之为政策密集预判期。政策并未集中爆发，但方向已经提前锁定。制度没有立刻改变你的生活，却在慢慢收紧边界。当大多数人真正察觉到变化时，很多选择已经不再自由。这一期我们要讲清楚的是，在这份表面平静之下，新加坡的生活规则正在如何被重构，以及未来5年这些变化会怎样一步步影响你。为什么说新加坡已经进入政策密集预判期？如果只看短期，你会发现政策节奏并不激进，甚至显得相当克制。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就会看到多个领域在同时调整，而且方向高度一致背后的判断并不复杂。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高利率周期拉长，贸易环境趋紧，地缘风险反复出现。对高度外向型的新加坡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外部环境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官方预测也显示到2026年前后，新加坡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1%到3%之间，明显低于此前接近4%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选择的不是被动应对，而是提前设定规则，通过制度缓冲未来的冲击。这种做法并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为未来几年预留稳定空间。所以你看到的不是猛药，而是一套正在慢慢成型的长期框架。对普通人来说，最先产生现实影响的一定是就业环境。从2026年开始，外籍劳动力相关政策持续收紧，就业准证与技术准证的门槛同步提高，最低薪资要求上调，审核标准更趋严格。这些并非短期操作，而是明确的长期方向。核心逻辑只有一个：新加坡正在主动调整劳动力结构，过去依赖数量补充的模式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对高附加值、高技能人才的持续筛选。对企业而言，用人成本会继续上升，低效率、低价值岗位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对个人来说，这意味着职场规则正在重新定价，工作不再只是有没有，而是值不值得留下。能力、经验不可替代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不是一轮简单的就业调整，而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结构重构。就业之外，生活层面的规则也在同步调整。油费、出行成本、部分公共服务费用的变化看起来零散，却在不断重塑消费结构。航空相关税费的引入也让出行成本更加显性化。与此同时，家庭生活的日常规则正在被重新校准。学校对学生使用智能设备的限制，并不只是教育管理问题，而是在引导家庭重新思考时间、注意力与成长方式的分配。再加上更严格的出入境与移民管理预检措施，跨国流动的时间成本和制度成本被进一步纳入日常考量。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复杂，但变得更需要规划。这些规则并不是为了制造压力，而是为了让社会运行更加可预测，只是个体需要为此付出更多适应成本。当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时，真正被影响的是一个家庭的整体运行逻辑。消费不再只是及时选择，而需要长期管理；时间不再自然流动，而是被规则切分。教育、出行、职业规划都需要更早判断。家庭感受到压力，并不是因为某一条政策，而是这些微调在几年内不断累积。每一次变化都很小，但组合在一起就会改变生活节奏。原本可以边走边看的选择，正在变成必须提前规划的长期决策。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会拉开家庭之间的差距。能够理解规则优化资源配置的家庭，会感觉生活仍然可控；而习惯被动应对的家庭，则容易在成本、时间和精力上被持续消耗。新加坡没有要求家庭承担更多风险，而是通过制度让家庭更理性地安排未来。能否适应这种精细化、前置化的管理方式，将直接影响一个家庭未来10年的稳定程度。如果要总结现在的新加坡，一个关键词就是规则先行。政策并不追求制造冲击，而是提前塑造行为边界。很多决定在你意识到之前，已经被制度环境悄悄引导，你只是顺着轨道往前走，却很少注意轨道本身已经换了方向。这种治理方式的特点在于，它不会立刻改变结果，却会长期影响选择。等到几年后，结果真正显现，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新规则，甚至忘记了旧规则曾经存在过。真正的差距也正是在这里被拉开，不是谁更努力，而是谁更早理解规则正在变化，并主动调整位置。那些提前适应的人会觉得环境只是变严格了一点，而反应慢的人只会觉得机会越来越少，空间越来越窄。这正是政策密集预判期的本质，不制造恐慌，但持续筛选；不强迫改变，却不断提高门槛。新加坡的变化从来不是剧烈的，而是持续而安静的。未来5年生活不会突然失控，但规则一定会越来越清晰。如果你能提前看懂这些变化，就能在选择工作、
规划家庭管理生活时更加从容。如果你忽视这些信号，很多限制只会在你意识到时已经生效。关注这个频道，我们会持续帮你拆解那些正在发生却很少被认真讨论的新加坡深层规则变化。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点赞，也可以分享给身边同样生活在新加坡的朋友。下一期我们继续聊。